周易数字学今天给大家介绍3号人：正面、行动、慧眼、表达；负面、冲动、任性、没有行动力。3代表合作、表达、出成。3和万物的化生有关。中国易经有天道、地道、人道。人是天地后的第3个概念，可以泛指所有的生物。老子说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可见当3出现时，代表万物出成。3是合作的意思，在西方几何概念里，一个点可以是极大或极小，2个点可以连成线，而第一个几何图形是由3个点合成的三角形。第一个几何图形的出现是3个点合作而成的。三角形的出现也意味着表达的多元化，2点间的直线就是直的，可说是毫无变化的。而三角形会以等腰、钝角、锐角、直角等不同方式呈现，多元的表达方式就此出现。当我们思考3这个数字时，我们可以从2元对立中发现第3种或更多的可能。我们发现很多事情的答案不是只有对和错，在这2个绝对之间还有许多点，就像2点所形成的线之中，其实还蕴含着千千万万的点。我们开始学会表达自我，不只是点头和摇头。1-2-3 Go。 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会经常听到这样的口号。3号代表的含义即是快速及行动。3号人是一个拥有极强行动力的人。3号的人在行动的时候，如果过度求快，会让他们显得很急躁，并变得比较情绪化和坏脾气。所以3号人应该时常提醒自己不要太急躁，要按照步骤一步一步的行动。3号是一个属于男性性格的数字，容易冲动、任性且不专情。3号人有很好的表达能力，但是却时常不经大脑，因而造成乱说或说错话的情况。他们做事和说话都会极度的夸张，一点小事就会很紧张，同时亦喜欢抱怨、怀疑自己，很容易愤怒。3号的人对朋友很讲义气，给朋友的感觉就是对人热情、豪爽，力所能及的事情都会鼎力相助，毫不计较。由于3号人过于坦率直接，常常想到了什么就说什么，一不小心就会重伤他人。不了解的人往往因此而离开他，对此不要太介意。其实3号的人心地善良，对朋友相当信任，对家人更是爱护有加。3号人有点天真的感觉，经常认为没有人会伤害自己，就像为时试图险恶。一旦要面对残酷现实，就会变得不知所措，甚至丧失信心。3号人的人生课题：如何面对现实。不要什么事情都要求符合自己的标准。虽然他们很有创意，表达能力很强，却时常无法表达出自己的创意和思想，于是便生活在自己幻想的空间里，不愿面对事实。3号人有时候的举动就像被惯坏的孩子，我行我素，丝毫不肯让步。表面上他们社交能力都很强，和大部分人都谈得来，但却无法让人了解到他们内心真正的感受。对自己的要求很高，故而忍受不了自己的缺点，其实只要把标准降低一些就好了。当他们能够正视这些问题，发挥自己的特长，便能轻易找到渴望已久的成功与幸福。3号人的烦恼来自于创意的天赋，除非能表现创意，并且每一天都发挥自我的创造力，否则就会气馁。创造力未获宣泄或发挥，生活就会感觉一团糟，甚至发疯。如果没有把真实的感受传达出来，用言语或其他运用创意的方式，3号人会非常刁蛮任性且脾气暴躁。3号人是一个情欲很强的人，他们精力充沛，刺激与乐观也是他们的性格。3号人有时很像个被宠坏的孩子，哭闹着非要买街上橱窗里摆设的糖果，如果得不到手，他们就会耍脾气。然而一旦他们得到了，就很可能不再喜欢他。3号人的人生目标：接受自己的梦想，积极进取，竭尽所能去实现它。梦想应该要包含发挥他们天赋的创造力。创造力是抒发情感和宣泄情绪的最有效方法。3号的人有些我行我素，其优点是想象力富，有创意，鬼点子多，充满理想，足智多谋，多才多艺，总喜欢用独特的方式与创意去传达自我的意念。对人、事、物有着基本的3大要求：高理想、高标准、高品味。3号人的缺点：容易脱离现实，不够脚踏实地，
过分理想化，我行我素，好高骛远，很懂得如何将创意发挥，尤其是把创造力放在大家都能轻易看见的地方，用充满艺术家的高理想、高品位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，有时免不了脱离现实。3号的人在性格上非常随和，很愿意跟别人打成一片，很活泼，也很能够带动现场的气氛。通常他们的身上洋溢着艺术家的气质和性格。当他们在团体里扮演某种角色时，比方说是一个作家、时尚的名流等等，他们就很容易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虽然他们可以把一个角色扮演得很成功，但并不代表他们可以表现自己。所以定位对3号的人很重要，比如说一份工作、一个头衔、一个职业，这些对他们都很重要。他们必须在社会当中卡一个位，像是从事艺术、文学、教育等等，他们必须有一个头衔，让他们觉得很安全之后，再去发挥自己的生命动力。如果他们没有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定位，某种程度来说，由于怀才不遇，会变得蛮难相处的。比方说一个受瞩目的3号人，突然之间没有办法在工作上得到成就感，他们就会变得很难相处，他们宁可自己躲起来，也不要破坏别人对自己原来的好印象。当他们可以得到一个社会定位，他们就开始可以极度发挥自己的优点了。他们的艺术天分是很高的，而且可以不断的创作、创新，天资聪颖的他们，只要花一点点力气，就可以使自己得到很多的表现力，以创意取胜。3号人的缺点，他们是最爱出头露脸，备受瞩目的，但也由于他们不是脚踏实地，他们的脑袋永远追着理想跑，想做的事情多得不得了。当他们静下心来想想，我要的东西这么大，这么远，那我还是慢慢来好了。于是动作、速度都会变慢，需要别人去推动他们。可是当别人推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又会很生气地说，请你不要干涉我，我很清楚我要做什么。事实上他们非常需要人家去干涉他们，而这个干涉他们的人也要有所体谅。虽然你帮了他们，却还要有一个忍受被他们责备的附带条件。3号的人是极度爱美的，他们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表。如果他们去健身房，绝对不是为了健康，而是为了美丽、强壮。男孩子的外表上绝对会是一个艺术家，他们会留一头长发，会穿着设计出来的衣饰，也许清爽、干净，但绝不会很普通。女孩子除了气质之外，也会以装扮取胜，非常在意自己的衣着。他们以和善的气质和外表来取胜，所以3号的女生在衣服上很费功夫，因此他们也是拥有名牌败家女的头衔之一。3号人理想过高，拒绝面对现实，很难拥有真正的快乐。家里面第一个出生的孩子，绝对是集3000宠爱于一身的，而那被骄纵惯的孩子，就是3号人格特质的典型代表。由于家中会允许他们去做所有他们想做的事，因此3号的人极富创造力，是天生的艺术家，而他们的沟通能力是与生俱来的，他们能为大家带来欢乐，并为世界创造美感。唯其缺点则是有时不免太理想化，反而会有好高骛远的现象。尤其是当他们被迫必须要面对现实时，他们的表现又真的会像被宠坏的孩子一样。3号人的人生课题，当现实环境不允许时，他们必须弹性地修正自己的理想，多听一下别人的想法，或试着接纳不同的意见。3号人喜欢社交，他们乐于给人一种他们看待人生总是随和安逸的假象，而是实则不然。在他们心中总是无法真正快乐起来的人，为何所有人和所有事总是跟不上他的水平？其实是他们必须认清事实，那就是理想过高，太不切实际的结果怎么可能会快乐？让期望落实才可能拥有快乐。3号人在感情上要花上好一段时间才会堕入情网，他们的朋友不少，但绝对得是个非常特别的人才能让3号的人乖乖就范。而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时，起初3号的人会觉得自己像在天堂一样，他的美梦也已成真，直到爱渐渐褪色，当他正视他的伴侣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，毕竟他的伴侣也只是凡人时，他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的。于是他们开始吵闹，并逼迫另一半改变。当然这是行不通的，因为情况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严重，而就算是对方为他而改变，他们也还是不快乐。
甚至会继续去挑别的毛病。其实归根究底，问题的症结是在于3号人对自己就不满意，他们可能对自己的外表、自己的工作或是经济状况都有意见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他们总是拒绝面对现实，而将所有的过错都转移到他的另一半身上。如果你凑巧是3号的另一半的话，你将会处在一种永远是输家的情况。你常会觉得无论怎么做，他永远对你不满意。你唯一能期望解决你们感情问题的办法，就是给他大量的爱，多体谅他。当他的理想未能达成时，也是你们麻烦开始的时候。然后等他在心平气和的时候，以鼓励的方式来加强他的自信，这样的方式也会给他勇气去重新思考他的理想。而当下次再有类似情况发生时，由于他们已渐渐对自己较能满意，情况也会容易接受的多了。3号人的天赋领域，3号人是沟通高手，能让别人了解事实，接受真相。3号人用一种无形的方式为他们所经手的一切带来治疗与激励的效果。3号人拥有丰富的创造力，能看出事物本来面目，又应该如何呈现。这时的他们在创意工作上可以快速着手进行。3号人的意见非常清楚。欢迎走进凌云分享数艺文化，感谢你的订阅，我们在下个视频里不见不散。